来吧 ，FT 飞过山的逆变新玩具也是答应给大家做正逆变的教学视频的，主要是有一些卡扣的位置以及拆的时候需要一些手法吧。首先第一步，我们可以掰着这个倒车镜把门打开，这一块不是很危险，因为这个门的卡扣并不是特别的紧。接着我们来拆车的尾部这里，先把尾巴的这一块直接翘起来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撬松了，因为你在固定的时候可能需要你先定一下位置，不让这个零件跑掉，拆的嘛就放心大胆了。记得把根部的这个滑道拉到底，我们180度翻过来备用，然后从车侧面的玻璃这里拆松卡扣，下方这里用手指以这个方向的力度撬一下，撬开这个边缘，双关节放下来。另外的一边也是，先解锁开车顶的卡扣，然后稍微撬一下底下，双关节放下来，就好了。前边的玻璃，挡风玻璃的位置直接往后拔就行了，顺着这个方向直直的拔过来，问题不大。然后前方挡风玻璃和车顶这一块呢，我们往下折叠，注意的也是根部的这个合金的 L 字杆把它往后搓，我们就好拔出。往下压一个这样的力，往后搓它，让这个地方形成夹角，两个钩子就可以无损失的脱出了。接着我们再把这两个合金钩子往起拉它，翻折到这个角度，让这个凹槽呢刚刚好双关节过来，可以放这个透明的桩子就好了。接着180度翻过来，注意捏一下中间的这个凹槽的位置，让它稍微往平放一放，往后搭。其实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背包这两个挂钩锁上了，一会儿变形起来它就不会乱跑了嘛。背包整理到位，其实差不多就是现在的样子了。好的，我们扔到一边不去管它，来变两条腿部。腿部先从侧帮这里拆这两个挂钩说起，这两个挂钩在扣的时候就不太好扣你需要掏进去扣它。拆的时候呢，要往下摁一点这个边缘，然后再往出拔，把这个倒钩拔出来，顺势把这块板折叠进去吧。另外的一边也是，摁这个边缘，然后往出拔，把这个七星钩刮出来。好的，腿部这里先从保险杠开始，注意一面一面的来拆。打开这一侧，下方连接轮子的卡扣，双关节给它提上去，注意这个边缘。先拆这一侧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地方挂着一个七星钩看好定好位置，保险杠翘起来。拆前面这一块的时候，我们在结合的时候就发现前机盖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长的凹槽，有一个钩子，这个钩子也不好拆手指尽量往起抠这个板子，然后施一个杠杆的力拽开，看看这个钩子的走向。七星钩还是很长的，所以我们要往起边翘这个板子边往外拔它，就可以打开了。机盖90度翻折下去，然后整体的往起提，把这块整个揪出来。大腿打开，延展拉伸，这块密合的时候就要小心一些了，它这里会专门设计一个挡肉的板，注意这个挡肉的零件一定要对到齐齐整整。然后它的侧面这里会有一个方桩连接着，前方这里还有一个扣点，在暗处这里有一个凹槽，把这个扣点扣住，这块零件就不会乱动了。只要你摆正的话，密合到位了就可以了。所以你在转动膝盖的时候，这块板子会直接挡到肉，不会漏窟窿。脚丫子继续变形，我们把后边这一块车窗折下来，脚底直接横转90度，
转过来以后，这里有一个卡槽，把它插满，然后侧面这里挂过来，这里也有一个插槽啊，方块的部分插满。车门翻折过来，在红色的这个凸点卡到这个边缘里边的洞里，同时这个挂钩挂玻璃的这个边缘同时的进行。变形到位是这个样子。好的，两条腿我们现在都变完了以后，腰身旋转180度，接着根部的这个双关节往前搓，搓到底，这里会锁住它，嘎巴一下，定好位置，让这块固定起来。腿部我们就不用处理备用了。上半身来看，抠开这两块中间这里带刀钩的地方往下拉，这块根部球形关节我们先转动一下，腾开角度，然后方框的这两个左右打开，打开这个根部的卡扣连接，旋转，包到轮胎的外侧。另外的一边也是往开掰这里的时候小心，根部有一个卡扣，把它脱开，然后旋转贴合。好的，接着整体的打开胸口，手臂的部分我们先拖出，双关节立直，然后把这一块卡进去锁住，胳膊也是立直，双关节拉直，下方的这块杆子锁住。腰带的部位45度旋转，卡在这个边缘上。接着这两块记得先立到上方啊，头部180度翻出，注意中间的两个滑道，推满它，然后卷在一起包好。肩膀的位置记得这里的一个转盘往前滑动，滑到底扣住了它。胳膊归位，这块肩膀滑道卡下来，胳膊归位，但是先别放下来啊，主要肋部这里需要很多的卡扣了。这个时候背包往上提，这是锁不住的，我们主要就是利用到这块面板的转动了。注意它旋转往下放，归到这个位置，这两个扣点是卡在这儿肋部的，然后这里会有一个卡扣专门去锁背包。本身是理论上这样去操作，但是操作起来不太方便，我们就啥呢？先把肋部这两个卡扣扣住，后边这里我们稍微的留一点点缝隙。另外的一边也是，我们先顺着这个关节的方向走势，找到开口的球碗处，旋转过来，把这个杆子贴合折好，然后把这一块先挂上，但是背后这里稍微的炸点缝啊，提起来，结合这个卡扣压死，另外的一边结合再压死，夹一下，捏一捏胸。背包锁好以后，这款飞过山就变形到位了。怎么样？还是比较简单的吧？理论上来说很好处理啊，只是操作起来有一些卡扣了，以及设计的漆形挂钩的地方咬得太死了，所以并不好脱出。比较难的就是在车变人的时候啊，前机盖的这一块，人变车的时候，小臂后方的这一块面板，它主要解锁的时候都有一些很长的边缘，需要借助一点角度和韧性，以及你的一些把玩的经验和变形的手法吧。整体来说设计难度并不高，我觉得就是一个 2.0 时代的那种设计的风格吧，再加上了一些遮盖的零件的效果啊。那么得嘞，这款飞过山就是这样了。